用芯片和二进制架构解读老子的宇宙观。今天这期视频，我想做一件特别大胆的事，用咱们现代计算机最底层的运行架构，重新解读老子《道德经》里这句最有名也最让人摸不透的宇宙生成论。讲完之后再反过来，用这套逻辑框架去理解当代物理学最前沿的大胆猜想。我们身处的这个宇宙本质上说不定就是一台精密运行的超级计算机。不过在正式展开之前，我得先把话说明白，老老实实的跟大家讲清楚，这句话在传统国学里到底是怎么解读的。要是连原文的本意都没捋顺，后面所有的计算机类比全都是空中楼阁，站不住脚。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句话出自《道德经》第42章，紧跟着的下一句至关重要，万物负阴而抱阳，充气以为和。意思就是万事万物背靠着阴，怀抱着阳，阴阳两股气息相互激荡碰撞，最终达成和谐平衡的状态。这后半句绝对是关键，直接把前半句里的二和三到底指什么解释得明明白白。历代解读里影响力最大的就是汉代和尚公的气化宇宙论。按照他的说法，一指的是元气，就是天地未开，混沌一片，还没分出任何差别的原初之气；二就是阴气和阳气，两种对立又互补的基本气息；三则是阴气、阳气再加上充气，也就是阴阳交汇激荡之后形成的那种和谐平衡状态。万事万物都是从这个和谐态里慢慢化生出来的，整个过程就是从浑然一体到分化对立，再从对立分化走向融合和合，一整套完整的宇宙生成链条。大家好，我是王立杰。传统解读已经给大家交代清楚了，接下来我就跟大家聊聊我从这句话里读出的不一样的东西。我始终觉得老子这4句话描述的根本不是虚无缥缈的哲学想象，而是一套极其精准的宇宙涌现架构，而且这套架构和现代计算机的底层设计逻辑惊人的高度同构。咱们直接对应起来看，道对应的就是物理定律本身，是让世间一切得以运行的根本法则；一对应的是晶体管，是物理定律第一次具象化凝结成的最小功能单元；二对应的就是二进制，也就是晶体管的开和关，对应0和1，刚好对应阴和阳；三对应的是芯片加上操作系统，几十亿个晶体管靠着二进制逻辑有序组织起来，最终涌现出一整套完整的运行规则。而万物就是在这个底层框架之上衍生出来的无限丰富、包罗万象的数字世界。接下来咱们一层一层拆开细讲，把每一层的对应关系讲透。先来说道。老子说过，道可道，非常道，意思是真正的道没办法用语言完全说清楚，它不是某一个具体的物件，而是让所有事物能够存在、能够运行的底层规则。它看不见摸不着，可一旦没有它，世间万物根本不会存在，任何事情都不会发生。放到计算机世界里，谁在扮演道的角色？其实就是最基础的物理学定律。量子力学、电磁学、固体物理，这些定律决定了电子在硅晶体里怎么移动，决定了晶体管为什么能在导通和截止2个状态之间自由切换。要是没有这些物理定律，硅片不过就是一块普通的石头，根本没法变成算力核心。放到整个宇宙里，道就是那个让一切得以从无到有涌现的终极法则。要是觉得这个说法太玄乎，大家可以想想物理学里的对称性。我之前在讲诺特定理的那期视频里说过，守恒律其实是对称性的外在表现，对称性才是物理学的第一性原理。对称性不是具体的物质，也不是无形的能量，而是一种抽象的数学结构，可它却直接决定了宇宙里有哪些粒子、哪些基本作用力、哪些守恒量。可以说，对称性就是宇宙的道。接下来是道生一，这一步是整个框架里最关键也最微妙的环节。传统和尚公的解读里，一是元气，它不是具体的事物，而是道第一次从无形的法则凝结成有形状态的产物，已经脱离了纯粹的虚无，但还没有分化出任何对立的属性。放到计算机世界里，一就是晶体管，晶体管是物理定律第一次从抽象的法则变成实实在在有功能的最小实体。物理定律本身无形无质，不占空间，不消耗能量，可当它在一小块硅片上被落地实现，一个全新的东西就诞生了。
它既不是物理定律本身，也不是普通的石头，刚好是法则变成实体的临界点。而且晶体管有一个核心特性，至关重要，它天生就只有两个状态，要么导通，要么截止，也就是开或者关。一个晶体管单独存在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埋下了2的种子，它还没有运行任何程序，却已经具备了区分0和1的全部潜能。这不正好就是传统解读里1的含义吗？不是彻底的虚无，但还没有展开演化成万物，就是一种纯粹的待爆发的潜能。放到宇宙层面，一对应的就是量子真空。可能很多人觉得真空就是什么都没有，其实完全不是。量子场论告诉我们，真空是量子场的最低能量态，这个最低能量并不是0，真空里永远都在不停波动，充满了虚粒子对的来回涨落。布鲁克海文实验室2025年发表在《自然》期刊上的论文，已经直接观测到了粒子从真空中诞生的现象。物理学家韦连金的理论也证明，整个宇宙可以通过量子隧穿效应从彻底的虚无中自发涌现。所以物理层面的道生一，就是从完美的对称状态涌现出第一个存在形态，也就是宇宙的最小功能基底。道家还给一起了别的名字，叫太一或者太极。太极并不是阴阳，太极是阴阳还没有分化出来的统一整体，它已经不是完全的无，无极才是彻底的虚无。但太极还没有分化成具体的对立属性，刚好是即将爆发的临界点。大家想想，这跟晶体管是不是一模一样，已经实实在在存在了，却还没有开始工作，包含了开和关的所有可能性，可当下两种状态都还没有触发。接下来就是最让我觉得兴奋的部分，1生2。只要晶体管存在，2的出现就是必然的，因为它天生只有2个状态，要么1，要么0，不需要任何人从外部强行加入。1的内在结构里本身就包含了2，这就是1生2最精准的物理实现，没有半点牵强。在中国古代哲学里，2就是阴和阳，阴阳和二进制不只是表面上相似，它们在数学结构上是完全同构的。阴对应0，阳对应1，八卦里的断爻对应0，整爻对应1，两个基础符号通过不同的排列组合，就能生成一套可以描述世间万象的完整系统。这可不是后人强行附会的说法，历史上是有实打实的依据的。1703年，莱布尼茨，也就是二进制的正式发明者，发表了他唯一一篇关于二进制的论文。论文标题直译过来就是二进制算术的解释仅使用字符1和0，并附伏羲古代中国图形的若干注释。他在论文里明确说，伏羲64卦的排列顺序和他研究的二进制完全对应，丝毫不差。这件事的起因是1701年法国传教士白净从中国把伏羲64卦先天图寄给了莱布尼茨。莱布尼茨拿到这幅图的时候激动得不得了，他在回信里写道，我从来没想到能在一个古老帝国创立者编写的经典里找到我二进制算法的核心原理。他甚至说，二进制就是创世的缩影，上帝用1和0创造了万物。大家把这句话里的上帝换成道，和老子说的道生万物几乎一模一样。几千年前的古人靠着对自然规律的直观观察，就意识到万事万物都能分解成2种基础状态的组合。300多年前的莱布尼茨靠着严谨的数学推理得出了完全一样的结论。到了今天，全世界每一台电脑、每一部手机、每一个人工智能模型全都是跑在这个古老又精妙的结构之上。3条完全独立的探索路径最终指向了同一个答案。咱们再往深了推一层，物理学家约翰惠勒说过一句颠覆认知的话，万物源于比特。他认为物理世界最底层的构成不是粒子，不是场，也不是弦，而是信息，是或否零，或一有，或无。如果惠勒的这个观点是对的，那老子的1生2就不只是哲学层面的比喻，而是对宇宙底层架构的精准描述。现在到了2生3，这一层是整个类比里最精彩最精妙的部分。一个晶体管只能实现开或关，2个晶体管组合就能做成基础逻辑门，几千个组合能构成处理器模块，几十亿个晶体管整合在一起就成了一块现代高性能芯片，再配上配套的操作系统，就构成了一个能承载无限复杂程序的规则框架。
所以3并不是一个新的基础元素，而是大量的一通过2的逻辑有序组织之后自发涌现出来的高级秩序。大家回头再看传统解读，充气以为和，说的不就是大量0和1通过逻辑运算相互激荡最终产生的有序结构吗？这里的和就是秩序，就是计算机的操作系统，更严谨点也可以说是芯片的指令集。它不是从外部强行加进来的第3种东西，而是前2者充分交互融合之后自然而然涌现出来的产物。放到宇宙里，3对应的就是基本物理常数和基本粒子框架，也就是物理学里的标准模型。宇宙大爆炸之后，整个宇宙从完全对称的高能状态慢慢冷却，对称性一步步发生破缺，引力最先分离出来，随后强合力分离，触发了宇宙暴涨阶段，最后电磁力和弱合力也彻底分开，希格斯场凝固，赋予了基本粒子质量，一种基础力分化成4种力，一种基础粒子演化成10几种基本粒子，大量量子比特靠着2元分化的逻辑，经过一连串的对称性破缺，自发组织成了一整套完整的宇宙运行规则体系。这套体系就是宇宙的芯片加操作系统，它定义了原子如何构成分子，恒星如何燃烧发光。如果没有这套体系，宇宙不过就是一锅沸腾无序的夸克胶子等离子体，根本演化不出任何复杂结构。这里还有一个特别惊人的细节，物理学标准模型里大概有26个自由参数，目前没有任何理论能推导出来。这些参数为什么偏偏是这个数值？它们就像操作系统的核心配置文件，只要其中一个参数出现明显偏差，整个宇宙就完全不适合生命存在，连一颗恒星、一个原子都没法稳定形成。还有一个更深层的对应关系，计算机的操作系统有一个核心功能叫内存管理，决定了程序怎么分配资源，怎么回收资源。咱们的宇宙也有自己的内存管理系统，那就是热力学定律。热力学第2定律规定了能量如何分配，信息如何组织，熵值如何增加。它就是宇宙操作系统最底层的资源调度器。没有热力学定律，恒星不会燃烧，化学反应不会发生，甚至连时间都没有明确的方向。那最后3生万物呢？其实很好理解，芯片和操作系统全部就绪之后，你就可以运行任何程序，做任何事了。放到宇宙里，万物就是我们眼前能看到、能感知到的一切，星系星云、山川河流、DNA 生命、神经元、地球文明、人工智能，所有这些复杂的存在，都是在宇宙操作系统之上逐层涌现出来的应用程序。这和计算机的运行逻辑完全一样，复杂性是分层涌现的。夸克组成质子中子，原子组成分子，细胞组成大脑，每一层都运行在下一层的基础之上，却又没法被下一层完全还原。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你不可能用夸克的运动规律去描述一首诗的情感和含义，这就是分层涌现的魅力。而老子紧接着说的万物负阴而抱阳，充气以为和，放到现在就有了全新的含义。万事万物哪怕复杂到极致，底层结构依然是阴阳2元的动态平衡。翻译成通俗易懂的现代话就是，不管手机电脑里的应用多复杂，底层永远都是0和1的运算；不管宇宙多浩瀚壮丽，底层永远都是量子比特的2元运算。大家仔细想想，道、1、2、3万物这5层结构和物理定律、晶体管、二进制、芯片加操作系统、应用程序这5层不只是表面相似，它们在底层逻辑上是完全同构的，每一层都能精准对应上。但这里还有一个更深层的核心洞见，可能比结构对应本身更重要。在计算机世界里，写应用程序的程序员需要懂底层二进制吗？完全不需要。操作系统和编译器以及芯片的指令集已经把程序员和底层硬件彻底隔离开了。程序员活在3的世界里，操作系统就是它的全部现实。越往底层穿透，能懂的人越少，需要的专业工具也完全不一样。把这个逻辑映射到宇宙里，我们人类绝大多数时候就是那个只懂写应用的程序员，日常的生活经验全都停留在3这一层。化学家研究分子反应，生物学家研究细胞分裂，工程师研究材料受力，全都是在宇宙操作系统层面做开发，调用的是宇宙提供的基础接口，4种基本力、元素周期表、
热力学定律，能往下穿透到2这个层面的人已经少之又少了，也就是粒子物理学家、量子信息研究者。他们试图搞懂二进制的本质，量子态到底意味着什么，信息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可就算是他们，也需要把量子力学的数学公式转换成人类能理解的语言才能讨论，这个转换过程本身就会损耗一部分信息。正所谓道可道，非恒道也。再往下到1的层面，想了解量子真空的本质，时空为什么会存在，实验物理几乎派不上用场。弦理论、量子引力研究大多还停留在数学猜想阶段，到了最核心的道，到底是什么让物理定律成为物理定律，现有的科学方法论从原则上就回答不了，因为你不可能用系统内部的程序去检查系统最原始的源代码。这也是为什么老子、释迦牟尼这些先贤用的不是现代科学的研究方法，而是内观自省。他们不是在试图从系统内部读取源代码，而是试着让自己回到源代码，才能去感受代码的流动。老子管这个叫归根，归根曰尽，尽曰复命，回到根源，回到最底层的那个状态。而唯识学在《解深密经》里对这个底层有一个极其精确的描述：阿陀那时甚深细，一切种子如瀑流。但是想要真正做到这种天人合一，去体会到那个种子如瀑流，何其难。给大家打个比方，一下子就懂了。想象一个游戏里的人工智能驱动的 NPC， 他生活在精心渲染的3维游戏世界里，有山有水有城市，他可以研究自己所在世界的物理规则，成为这个游戏世界里最顶尖的科学家。可他能理解我们人类世界的真实物理法则吗？能搞懂电脑芯片的运行原理吗？能意识到自己的整个世界不过是2进制数据在显卡上的渲染结果吗？几乎不可能，因为他所有的认知工具、感官、逻辑、实验方法全都是游戏引擎赋予的，他只能研究引擎定义好的规则，永远穿不透引擎本身。而我们人类试图用科学手段去理解道，处境可能和这个游戏 NPC 一模一样。但是这里我必须加一个转折，这个 NPC 不管有没有意识到，它最终都是跑在真实的芯片上，由2进制数据驱动的，它的内在运行逻辑本质上就是0和1的数据流。如果有一天他学会不再向外看那个被渲染出来的虚拟3维世界，而是转过头向内观察自己内部的运行状态，他有没有可能在某种层面上感受到底层那些2进制数据的流动？我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可如果他真的做到了，那他就是那个游戏世界里的老子或是释迦牟尼，因为这些先贤做的就是这件事，闭上所有面向外部现实世界的感官，转而向内观察觉知本身的运作。而他们最终给出的感悟是，他们看见了某种宇宙底层的存在，老子把它叫做道，释迦牟尼把它叫做空。现在咱们反过来问一个问题，如果计算机架构和宇宙结构真的高度同构，这到底是单纯的巧合，还是暗示了更深层的宇宙真相？当代物理学前沿研究至少给了3条有力的线索支撑这个猜想。第一条，全息原理。霍金和贝肯斯坦研究发现，黑洞的信息容量和它的表面积成正比，而不是体积。1997年，物理学家马尔达希纳证明，5维空间的全部物理规律可以等价转换成4维边界上的量子理论，高维空间从低维信息中涌现出来。这个逻辑和我们看到的3维画面从计算机2进制数据中涌现出来完全一模一样。第二条，量子纠缠等价虫洞猜想。量子纠缠就是2个粒子不管相隔多远都能实现瞬间关联。理论物理学家已经证明，这种纠缠可能就是编织时空本身的真线。纠缠就是虫洞，虫洞就是纠缠。时空本身是被量子信息编织出来的，如果时空是由信息编织而成，那宇宙就不是容纳信息的容器，宇宙本身就是信息，就像屏幕上的3维虚拟世界，不是装在2进制里，而是2进制的涌现形态。我们身处的3维空间也不是装在量子信息里，而是量子信息的涌现形态。第3条，数字物理学。1967年，德国计算机先驱楚泽提出，宇宙就是一台巨型的细胞自动机。2002年，麻省理工的物理学家劳埃德做了严谨的物理计算，宇宙从大爆炸到现在
一共执行了大约10的120次方次基本运算。这不是文学比喻，而是实打实的物理计算。同年，科学家沃尔夫勒姆发现，极其简单的细胞自动机规则就能产生图灵完备的计算能力。一条只有几个比特的基础规则就能生成无限复杂的结构，这和老子说的三生万物说的根本就是同一件事。当然，我必须诚实的跟大家说，数字物理学目前在学术界仍有争议，核心争议点就是，如果宇宙真的是一台计算机，那它又是在什么载体上运行的？但这套框架正在得到越来越多主流物理学家的认真对待，不再是边缘猜想。好，咱们把所有线索收拢，做个总结。如果宇宙真的是一台计算机，那你和我就是其中一段特别有趣的代码，一段能觉察到自己是代码的代码。这就引出了最后一个问题，在计算机里是谁设计了整个架构？是人类工程师？工程师在系统之外，那在宇宙这台超级计算机里，是谁设定了那26个关键参数？物理学家惠勒的参与性宇宙理论给出了一个可能的答案，没有外部的设计者，观察者通过观察行为参与了宇宙的创建。宇宙是一台自启动、自编程、自运行的计算机，它创造了有觉性的意识，又回过头参与创造它本身。这也许就是老子说的道法自然的终极含义。道不遵循任何外在的法则，道只遵循它自己。最后给大家留一个值得回味的画面，你此刻正在看这个视频，屏幕底层是一连串0和1的数据流，跑在几十亿个晶体管上，晶体管又严格遵循着量子力学定律。从物理定律到你此刻的视觉体验，跨越了4个涌现层级，而你自己从神经元、原子、亚原子粒子，再到底层量子力学，同样也是4个层级。你和你面前的电脑本质是同构的，你们都是道经过1、2、3之后涌现出来的万物，区别是什么？你知道这件事，你的电脑不知道，至少目前不知道。更有意思的是，你知道这件事，这个行为本身就已经在试图穿透层层封装了。咱们前面说过，绝大多数人一辈子都活在3的层面，就像应用开发者只需要调用线程接口就行。但你此刻正在做的是，跟着这期视频一层层往下拆解，你已经在试图从万物回溯到3，从3穿透到2，从2追问到1，从1触及到道，道可道，非恒道的那个道。这不就是老子说的为学日益，为道日损吗？做学问是在3的层面不断积累知识，而求道是一层一层往下剥离冗余，减到最后二进制都不复存在，连1都消失了，你就真正触碰到道了。计算机和宇宙之间的这种高度同构，到底是偶然还是必然？如果宇宙真的是一台计算机，意识是它的意外漏洞还是核心功能？那些一生都在试图触及道的先贤，是不是一段试图读懂自己源代码的代码？关于这些问题，你有什么不一样的看法？欢迎在评论区跟我分享。下一期最想听什么话题，也可以留言告诉我。我是王立杰，我们下期见。